崇州府耒阳县。耒阳。崇祯11年，这什么桂吧？桂露营。50两，最后这儿写了3个字50两。这不知道是四川省考古队挖出来的第几枚银锭。现在考古人员正在对岷江进行第2次考古发掘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整个岷江里的宝藏简直远远超乎大家的想象。纯金的金册，数不胜数的金锭，数万件惊世骇俗的文物，不断地刷新着众人的认知。仅仅一枚小小的虎钮金印就价值8000多万人民币。根据世界年鉴估算，张献忠宝藏的数量位列世界第3，亚洲第1。那么在岷江里究竟还有多少文物是未曾被发现的呢？本期视频就和阿金再次领略张献忠宝藏到底有多奢华。视频开始之前，欢迎大家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。300多年前，在四川省彭山区的岷江江口发生过一场恶战。据记载，当初张献忠带着宝物逃到岷江，由于敌人杨展早已经在这里设下了埋伏，从而导致张献忠载着大量宝物的大船轰然倒塌，而那些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也一起沉没在了江中。到了2015年，有村民在江边见到了大银锭，还有人在江边捞出了大金锭，宁静的江口变得喧嚣了起来。关于岷江埋藏大量宝藏的消息立刻引起了国家的注意，立刻组建一大批考古队前来协助四川省文物部门进行发掘，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滩涂考古。令考古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发掘竟然出水了3万多件精美的文物。到了2017年，考古人员再次来到岷江江口进行发掘，那么这次发掘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重大发现呢？在不断进行工作的挖掘机下，一件又一件精美的文物不断的现身世界。相传张献忠遗留下来的宝物能够买进整个成都府。目前看来，此次的发掘工作仅只触及到了冰山一角。这是一件虎钮金印，是从岷江盗掘的盗墓贼那里收缴来的。仅这一枚虎钮金印在市场上的估价就有8000多万人民币。这枚刚刚出土的金印，经过专家研究分析，这应该是明代蜀王之宝的一部分。按照明史里所记载的，这件金印应该有10厘米左右，而目前所发现的这枚仅只有1/4。当初张献忠进入四川后，开始对蜀王的府邸进行大肆的掠夺。除了这方金印之外，张献忠还抢掠了大量的明朝册封藩王的金册。在上一次发掘中，出土了很多300多年前皇室专属的金册。这4块金册原本是湖南荣王家族立的，朝廷册封的金册成了张献忠的囊中之物。而这堪比身家性命的蜀王之宝，同样被张献忠大卸8块。这些被损坏的金宝便被张献忠打造成了西王赏功币。仅这一枚西王赏功币的价值就超过了100万。金子虽然是张献忠的最爱，但是但凡有点价值的东西，也会通通被张献忠收入囊中。这点在此次发掘的过程中清晰可见。这些银簪、耳钉等饰品数不胜数，它们同样也可以作为货币进行买卖。张献忠作为农民军领袖，转战南北后没有后勤的支援，对于军费的筹措是靠抢掠而来的。在当时，张献忠率领10万大军南下进行开辟疆土。当来到江南后，开始对这里藩王的财产进行占领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张献忠这一路走来，被他抄家的藩王就不下10位。其实不止这些藩王，只要张献忠路过的地方，不管你是大户人家，还是有头衔在身的王室贵族，通通没有逃过张献忠手掌的。这样日积月累下来，张献忠的财富已经不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了。
这次发掘相比于第一次发掘的面积更加庞大，围堰筑堤围出了整整7万平方米，发掘面积4万平方米，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。由于金银的比重比较大，很多都沉在沟槽当中，所以这也就需要考古人员更加细心的发掘。经过发掘发现，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历代铜钱博物馆。除了五铢钱、王莽时期的大权五十、刘备时期的直白五铢、太平白钱，还有吴三桂的利用通宝，简直数不胜数。就在这边考古人员清理铜钱的时候，另一边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阵阵的惊呼声，一件件银锭又从沟槽中被发掘了出来。在距离发掘现场不远的文物库房中，散碎的银子堆满了几大箱子，在其中的一些小钱上还刻着文字。在当时制作钱币的时候，大部分上面都会刻上制作工匠的名字，为了防止出现质量不过关时，方便寻找进行制罪。在发掘现场，一件件精美的文物不断地向考古人员进行冲击。双人铜镜、瑞兽金口、金戒指、金碗，这些宝物像一个聚宝盆一样映入众人的眼帘。与此同时，又一块金册出现，只见这个金册上清晰地刻着天顺2字。天顺是明朝第6个皇帝朱祁镇的年号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如此重要的文档竟然也被张献忠给抢夺了。这些金册银册对于那些贵族来说都是镇宅之宝，安身立命的，但是到了张献忠这里，这些不过是用来补充军饷的货币罢了。紧张的发掘，基岩的沟槽里再现银锭。你看嘛，这多得很。对，又是个银锭。刘姓碎银是为银两的质量负责，儒雅的刻画彰显着今晚的主人非富即贵。金戒指、银耳饰，摆明了张献忠抢掠不分贫富。怒击、火铳，很显然这里留给众人的不仅仅只有宝物，还有诡异神秘的历史传奇。此时一件物品的出现令考古人员再次兴奋了起来，这是一件木鞘，是用来装载银锭的躯壳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在这片岷江中一共发现了3个。考古人员大致数了一下木鞘中的银锭，大概有20多枚。这种中间掏空的原木摆好银锭之后，再套上金属钩子。木鞘的制作不仅十分的简单，并且装置的银锭也很多，所以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运输银锭。虽然说这件木鞘藏身江底300余年，木鞘的大部分已经腐朽，但里面的银锭却依旧保存完好。里面存放银锭是考古发掘史上的首次发现。考古人员为了不将木鞘给损坏，于是需要更加小心地清理这件器物。当木鞘被完整的提取出来后，将立刻送往实验室进行清理保护。经过此次的考古发掘，张献忠的宝藏大部分已经清理完毕。史书上记载，张献忠在掌管军队的时候，让人把军队里的财物全部上缴，只要发现有人私藏10两以上，就会被剥皮抽筋。据说跟他同往的人也会受到牵连。虽然张献忠在公元1647年的时候受到埋伏身亡之后，他的财富连同他的尸骨一起消失了，但是他的巨额财富却一直被众人所惦记着。数百年来，寻找他财富的人，世界各地的人都有。如今我们能够找到他的财富，也是机缘巧合。如果不是有人将盗取的文物流落在当地的古玩城中，或许至今我们还未曾发现这个在岷江江底的聚宝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